什么北溪天然气管线是美国炸的？俄罗斯要跟乌克兰无条件的开启谈判？难道乌俄战争要结束了吗？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比特币的行情状态 ，Zcash 可以买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韭菜那个，这是一个关于韭菜增长励志翻身的频道，对，励志又翻身哦。我呢会常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资讯、行情走势或是即时币圈消息。如果不想错过任何即时的风险提示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把这个9按下就对啦。以下呢所有分享都是个人经验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哟。先来哦，美国资深记者呢，普利兹奖得主赫希近日指控啊，美国就是破坏北溪管线的凶手。这个报道发布之后呢，俄罗斯要求国际去追查，可是白宫当然会否认嘛，我怎么会说我自己炸的呢？想想也知道。然后赫希称啊，去年6月的时候呢，美国海军潜水员奉总统拜登之命，在挪威当局的协助下潜入波罗的海，在北溪天然气上装置炸药，并在3个月后引爆。然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华森反驳啊，报道内容全部都是假的。然后 CAI 呢也附和白宫的说法，说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虚构。然后挪威外交部也回应呢，这些都不是事实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赫希到底是谁呢？赫希，男性，涉嫌于2022年4月30号在皇后区森林小丘当街枪杀一个华裔中餐馆的外卖员。当地时间呢，2022 6月1号晚上落网啊。6月6号被皇后区的最高等法院以2级谋杀、2级非法持武、1项2级刑事损坏，还有2级恐吓等起诉啊。不对，不是他。这个才是他啦，那个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啊。他其实叫 Hersh， 是赫神，他是生于1937年4月8号，美国调查记者和政治作家。他在1969年呢，因为揭露美莱大屠杀还要掩盖越南战争的真相，首次获得认可，所以他在1970年呢获得了普利策略国际报道奖。然后他曾经还报道了水门事件的丑闻啊，他也报道了美军在阿布莱格监狱虐待拘留者，所以他得到了乔治奥威尔奖。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哦，他有很多的历史丰功伟业啊，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说这个谎。所以过几天呢，就是2月12号呢，德国议会议员啊贝克表示啊，就是美国破坏了北溪天然气管呢，是为了阻止俄罗斯跟德国之间的经济合作，他怕他们越走越近，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，他非常的害怕。然后西方国家呢无意公开调查呢，所以干脆说俄罗斯自己炸了。他最后总结啊，许多美国政客出于战略的因素啊，拒绝俄罗斯跟德国这种亲密关系，而且美国对德国有施加很大的压力，然后最终呢，德国屈服了。所以后续呢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哦，到底是不是美国人炸的呢？各位观众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再来啊，俄罗斯呢，因为优势的军力侵略乌克兰呢，却连番受挫，俄军呢死伤惨重啊，人员及军事物资呢严重短缺，然后随着之前用了动员令了嘛，然后加上西方国家并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，导致俄罗斯内部经济非常的恶化，然后他们的人民呢非常的不满，所以整个形势呢现在对俄罗斯非常的不利啦。所以在11号的时候呢，俄罗斯的外交部首度表示哦，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跟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。无条件谈判是什么呢？听起来其实应该是我跟你都没有任何独立我一定要的条件，我们来好好的谈一谈到底要怎么结束这件事情。可是不是，俄罗斯又补充一句话哦，它是以当前军事的现实程度来结束这个谈判，也就是说，目前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地区要归顺给俄罗斯，这就是俄罗斯重新定义的无条件谈判。但是实际数据统计出来啊，俄罗斯的死伤其实非常的惨重，而且后续呢，美国跟欧洲啊还是持续的输送能量啊、输送物资、输送武器给乌克兰。然后至于俄罗斯呢，它只能用能源战术嘛，就是上一期讲到的，我减产石油，我缩减天然气，就这2个方式去控制这个经济的状态哦。然后可是据商业内幕报道，国际最大的石油交易商哦，他指出，普丁其实错估了他对天然气、原物料这些的影响力，然后还有错估了西方的团结，更错估了乌克兰反击的程度啊。然后目前呢，俄罗斯失去了这些大客户之外呢，它送往亚洲的天然气啊，也要10年后才能完工。而且完工之后呢，因为它只能卖一家嘛，就是卖中国，所以它的议价权呢又非常的薄弱。所以呢，这个无条件谈判看起来叫做无条件谈判哦，实际上呢，就是俄罗斯想要结束这战争，因为他们可能快受不了了，可是又不想做任何的退让，所以这个战争目前看起来呢，还是要持续下去哦。再来，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我们可以看一个指标来大
大概预估俄罗斯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汇率。我之前说过，美元对俄罗斯卢布的汇率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哦。曾经何时啊，那时候卢布贬到爆炸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就是因为准备要开战了，所以资金会出逃。所以如果到最后俄罗斯撑不下去，准备要结束战争或是投降了，资金一样只能出逃。那时候出逃呢，汇率又会再度飙升哦，就是俄罗斯的汇率大幅度的贬值。所以大家可以持续观察汇率这个事情哦。那汇率现在呢，已经慢慢往上走了，代表已经陆续有资金在脱逃，俄罗斯可能真的撑不太住了，它已经回到那个水平线了。再下一步呢，就是脱逃。脱逃之后呢，就代表他们真的最终投降的时间要到来咯。可是越接近俄罗斯要投降的时间点哦，那个雷点就越危险哦。不知道普丁会不会最后一击使用核武呢？我们还是不知道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件事哦。尤其是这件事越到尾声，反而越要去关注它。前期、中期反而目前还好了，就是尾声，对，所以大家继续关注汇率的这个部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用盘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对比特币的看法吧。我们先看一下 Zcash 哦，它是目前还没有被炒作过的币种之一哦，因为大家看一下11月那时候 FTX 的事件嘛，所以它开始一路蹦，大概蹦到33哦，然后到现在它都还没有突破那个点哦，比特币、以太坊什么都已经突破那个位置了，它还没有，所以它有机会可以往上爆发的。然后今天看到呢，它其实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之后，我就有点追进去了，大概47.5的时候。然后我现在的操作呢，我基本上一定会在我会员群说嘛，然后我也在推特会发一点文章。像昨天我就有抄底13.3的 APT， 然后今天早上呢就出场了，赚了还不错，大概到14块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操作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，它现在目前就是卡在这个下跌趋势线上嘛，所以我们要看一下4个小时的线。4个小时呢，你看大家目前收针就是收在这个趋势上面嘛，所以等这4小时如果真的站稳的话呢，我可能还会加点仓啦。然后就我觉得它下面其实盘了很久，所以我觉得还蛮 OK 的。它其实不要跌破这个上升趋势线，我觉得都可以抱着，大概42块左右的位置。所以这边就大家自己去评估啦。我是觉得它还有潜力爆发的。然后接下来看一下比特币哦，之前说那个比较大型的下降趋势线嘛，对，然后比特币回踩的那边，然后目前是撑住了哦。我之前说那个极限位置，它真的就给我打到那个极限点位，然后开始反弹哦。所以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改变多头的趋势啦，目前还是可以做多的状态。再来我们看一下4小时线会更清楚哦。4小时线呢，大概就是对，很明显的就是打到这个趋势线之后往上走嘛。可是它下一个要面对的呢，就是这个趋势线的压力。这趋势线大概就是22855嘛。然后今天突然有个大单挂在22600左右的位置哦，2000多万美元。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大户的真单还是假单啦。反正目前它只要没有破这个下降趋势之前呢，我觉得它还是偏多的状态啦。所以我在这附近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有跟大家说可以做多了，然后我自己也报了一些。然后我本来一开始是想要做以太坊啊，可是我后来看比特币反弹的幅度好像比以太坊还要强一些，所以我觉得这波以太坊其实有点弱，所以我在推特也有发文说，我觉得我这波的爆仓，我想要抱看比特币，我觉得它可能会比较有机会爆发，以太坊这次有点偏弱啦。然后这边大家分享给大家啦，目前是没什么问题啦，而且我等到了礼拜天晚上的行情啦，它就是往上拉了一些，所以目前看起来更安全。可是明天呢，因为美股可能会有一波的回调嘛，因为 CPI 的避险，虽然可能已经有人礼拜5就避险了，可是明后天可能都还是处于一个避险的状态哦，所以明天可能还会再往下。然后我一律是看这个下降趋势线啊，目前是没有改变太多的方向，所以今天呢大概就分享到这里啦。然后如果不想错过任何即时的节目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如果想要看到即时我自己的操作分享啊，其实推特可以看得到，大家就追踪我推特就好咯。然后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